又在新的一期视频中见面了。这期视频内容我们主要是聊一聊电影中的景别。上一期讲角度的视频中，我们聊到影片中的镜头画面都是按照人的视角来进行还原的。通常我们的视角变换它并不是固定的，很多时候观察一个事物时，既会看到整体，也会注意到细节。早期的电影创作者也逐渐注意到了这一特性，因此呢，在电影中的镜头画面中也开始模仿人在不同的位置、不同距离观察事物的情景，就这样有了景别的区分。景别它有不同的种类，一般来说是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为依据，一般可以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这5大类。我们先来聊一聊远景。在远景中，环境是主要的表现对象，人物往往是被压缩得很小，通常是用来表现一些开阔的自然景象。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远景呢？你可以用远景来表现任何环境之间某种内在的联系。比如说在影片《黄土地》中的这一个远景，黄土地占据了大部分的画面，而人被挤压到边边角角。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和黄土地之间他们的依存关系。在影片《红色沙漠》的这一个逃离场景中，它所揭示的是人和工业环境的不可调和。远景也可以用来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场景表现的就是男主角追求女孩的场景。身穿白衣服的2个主角在远景这个画面中化身为2个白点，在画面中运动着。从最后响起的欢快音乐，我们可以猜测到，此时男主角已经求爱成功了。这一个爷爷送别孙子去当兵的场景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亲情。远景呢，它也可以是抒发某种情绪，来形成一种张力。比如说在这一个场景中，我们先看到的是男主角听到昔日恋人结婚的消息，放声痛哭的场景。随之镜头一转，变成了远景展示山峦风光。这里远景的运用无疑是形成了一种情绪的张力。另外，远景也可以是单纯的表现自然景色。第二个是全景。和远景相比较，全景中人物所占的面积增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物整个的造型表现。一般来说，拍摄人物全身的景别可以称为全景。我们可以通过全景来了解人物的身份。比如说，在影片《小丑》中所展现的人物就是一个遭受社会排挤的小丑形象。在影片《小五》中所展示的是迷茫、无所事事的小五这一个形象。快打开行李箱，打开呀！同时，也可以通过全景来表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是被战争机器无情碾压的普通士兵，也可以是三峡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大白兔。全景也可以用来表现人物此时的情感体验，比如说一心想获得自由奔向大海的安托万，再比如说郁郁寡欢的失恋警察的人物形象。没事了，拜拜。第3个是中景。中景一般是指人膝盖以上的镜头画面，这种景别擅长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人物对话的场景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景的使用。
在这个时候，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动作是清晰地展现在画面之中的，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表现得十分清楚。你定得休息我还厉得不？来，你也跟我打一个吧，听听我这歌。中景呢，它也可以揭示人和环境的关系。比如说，在影片《天堂电影院》中的这一个画面中，矫正放映员他在深情地凝视着心上人所在的房间，他期盼着心上人能够打开窗户。在这一个中景之中，人和景物形成了一种张力，观众此时的期待值呢，也是被拉得满满当当的。贾樟柯的这部影片中的这个中景，也是将女主人公和凤姐这一座小城给联系了起来。第4个是近景，近景一般是指人腰部或胸部以上的镜头画面。在近景中，摄影机和被摄对象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近的，人物的面部表情成为了观众的视觉中心，所以说观众非常容易被人物的情绪给感染。近景也可以用来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活动，常常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有力手段。比如说，在这一个近景中展现的就是迷茫、落寞的边缘人形象。近景在对话场景中也是十分常见的，人物此时的动作、表情、神态是一览无遗的，非常适合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Why not? Bars, liquor stores, gas stations. You get your head blown off sticking at one of them. 在近景中，环境也可以起到衬托的作用。比如说，在影片《海上钢琴师》中，这一个近景是借用船舱这一个特殊的一个圆框，将女孩的上半身轮廓给勾画了出来。这个特写的运用将1900和大城市的整个轮廓给结合到了一起，也渐渐的为后面1900不再下船埋下了伏笔。第5个是特写，特写一般是指人物肩部以上的画面，这时候的特写它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在表现人的时候，环境被完全剔除，它的功能主要是引导观众注意人物的面部表情，比近景的画面是更加具有情绪感染力的。比如说，在表现1900注意力变化的这一个镜头，此时1900他全部的身心是放在了女孩的身上的。而这一个特写的运用呢，我们对女孩的外貌也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在这一个特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主怀揣着紧张心情，希望心上人能够吃上自己亲手做的饭的一种满满的期待感。400G 的这一个经典定格结尾的特写也非常值得传播。小主人公终于来到了星星面对的大海，可是他真的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了吗？故事在这一个特写定格中戛然而止，把问题留给观众去思考。物件的特写通常是影片中情节设置的一个关键点，和人物之间往往具有紧密的联系。比如说，在公民凯恩的这一个经典结尾中，以 Clean Your Rosebud 的滑雪橇解开了凯恩的谜团。海上钢琴师的眼底头这一个特写，也是影片中一个别有意义的细节，为影片的情节发展增色了不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如果有什么问题和建议，可以在评论底下留言，也欢迎大家安利自己所喜欢的影片，说不定在下一期视频中你就可以看到了。下期视频再见，拜拜。